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很多人血压明明很高，但完全没有感觉。在肾脏科门诊里，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不是“我不舒服”，而是“医师，我明明没症状，为什么我要吃高血压的药？”今天我要揭开一个很多人都误会很久的关键真相：血压高很多时候是没有感觉的。但在我们谈要不要吃药之前，你一定要先搞清楚一件更关键的事。到底是生活中哪3个隐形推手正在默默把你的血压一步一步往上推？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会发现降血压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宽宽医师频道，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健康。我一直强调极简护肾，护肾并不复杂，我们不需要依赖神奇的产品或繁琐的疗法，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，就能守护肾脏健康。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，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肾脏更健康。有一位大概50多岁的大哥，被女儿半强迫带来我的门诊。他一坐下来，很紧张的把健检报告放在桌上，血压那一栏写着收缩压165，舒张压100毫米汞柱。他跟我说：“宽宽医师，我每天早上都有去公园甩手散步，精神好得很，连感冒都很少。这血压计一定是坏掉了。”各位观众，血压高之所以被称作沉默的杀手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血管其实是很有弹性。一开始血管会默默撑住这样的高压。你可以把血管想象成家里的自来水管，心脏就像加压马达。如果水管里面开始有阻塞，或是血管本身变硬了，马达就必须要更用力才能把水打出去。这个状态其实就是高血压。等到你真的开始有感觉，比如说头痛、视力模糊，甚至检查发现肾功能指数飙高，通常代表这条水管已经快撑不住了。所以，比起每天焦虑我会不会洗肾，我是不是中风高风险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先来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的这颗加压马达用力运转。其实，在医学上，高血压大多数属于原发性高血压，也就是没有明确的单一原因，是遗传、年龄，再加上一些生活因素一起影响的结果。真正让血压慢慢失控、越来越高的，往往是生活中的3个风险因子，或者说3个隐形推手。如果我们把这3个关键调整好，很多人的血压其实是有机会慢慢稳定下来的。导致高血压的第一个推手，也是最常见的一个，我把它叫做隐形钠危机。一讲到高血压，大家第一个直觉想到的就是吃太咸，然后很多患者就会很委屈的说：“医师，我现在连烫青菜都不加盐了，为什么血压还是降不下来？”你以为少了那半匙盐就安全了，但其实是台湾人平均每天吃进去的钠大概是建议量的2倍。而且有将近80%都来自那些你觉得好像没那么咸的加工食品。举一个生活化的例子，冬天大家很爱吃火锅，对吧？里面的贡丸只要吃个2-3颗，再沾个酱，那一餐的钠摄取量很容易就直接爆表。还有早餐常吃的面包，吃起来甜甜软软的，好像跟咸完全没有关系，但为了让面团发酵增加口感，其实里面也加了不少隐藏的盐跟小苏打。当你的身体累积了太多钠，这些钠就像海绵一样，会把水分紧紧抓在血管里。血管里的水一多，体积变大，压力自然就上来了。这不只让血压升高，也会让肾脏变得很忙，因为肾脏要负责把多余的盐分排出去，长期下来，肾功能就会慢慢受到影响。那要怎么做呢？第一步就是多喝水，水分够，身体才有办法把多余的钠代谢掉。再来一个很实用的小习惯，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，翻到背面看一下营养标示，特别是钠这一栏，开始避开那些你以为不咸，但其实是高钠的食物。你不用做到完全无盐，那样真的太痛苦，也很难长期维持下去。接下来第2个推手，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重点：血管的弹性疲乏。随着年纪增加，血管本来就会慢慢老化变硬。就像一条原本很有弹性的橡皮筋，放久了之后，不是变得很硬，就是一拉就断。但现在比较麻烦的是，很多30-40岁的年轻人血压也开始飙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代谢症候群让血管提早老化了。什么是代谢症候群？简单讲就是肚子越来越大，血脂变高，血糖开始变不稳。当我们长期久坐不运动，脂肪不只堆在肚子上，还会慢慢跑到血管壁上，这些胆固醇斑块就像水管里的陈年污垢，
不但让通道变窄，也让血管失去原本的弹性。第二个小习惯就是微小但规律的运动。你不用一开始就逼自己去跑马拉松，那很难维持。其实很简单，每天晚餐后下楼快走个20分钟就很好了。而且现在研究也发现，只要每周累积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，对降血压的效果几乎可以接近少吃1颗降血压药。这20分钟的快走，其实就像在帮你把血管做按摩，一点一点把原本的弹性慢慢找回来。最后第3个推手，也是现代人最容易忽略的，压力跟睡眠不足。我们先从压力讲起。大脑其实非常敏感，当你长期处在高压的工作环境下，或是每天为了家庭、经济各种事情在烦恼，你的大脑会误以为你一直在备战状态，它会开始分泌大量的压力荷尔蒙，让自律神经变得紧绷，结果就是心跳变快，血管收缩，血压自然就会上来了。正常情况下，当我们睡着的时候，血压应该要比白天下降大约10%到20%，这在医学上叫做夜间血压下降。这段时间其实就是你的心脏跟血管真正能够下班休息的时间。但如果你有睡眠呼吸中止症，也就是睡觉会打呼，甚至突然吸不到气惊醒，那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你大脑在半夜会一直处在缺氧惊吓的状态，血压不但降不下来，反而还会一波一波往上冲。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慢性肾脏病的朋友，研究发现肾脏病患者合并睡眠呼吸中止的比例其实不低，有些族群甚至超过1半以上。所以如果能及早把睡眠问题找出来，好好处理，不止血压会比较稳定，肾功能恶化速度也可能因此慢下来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好，我知道高血压的原因了，那我现在就来量一下血压看看吧。请等一下，这就是今天最后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你量血压的方式其实很可能是错的。很多人到医院一看到医师、护理师，心里很紧张，血压就直接飙高上去，这叫白袍高血压。真正有参考价值的血压，一定是在居家安静放松的状态下量出来的。量的时候，先坐着休息5分钟，手臂要跟心脏同一个高度。记得一个重要的口诀：722原则，连续量7天，每天量2次，早上1次，晚上1次。每次量2回取平均，医师看到的才是真实的血压状况，而不是被紧张、压力干扰过的数字，也能让治疗判断更准确，而不是急着在一个不稳定的数据上做决定。好，我们来帮今天做一个总结。你的血压之所以一直降不下来，可能和3个推手有关系。隐形的钠吃太多，因为缺乏运动，让血管慢慢变硬，再加上长期的压力跟睡眠不足。只要把这几件看起来很简单的小事，包含小心隐形钠、多运动、好好睡觉，慢慢放进你的生活里，你的血管、你的肾脏其实就有机会慢慢回到比较稳定的状态。在影片最后，我想请你留言区跟我分享，今天讲的这3个高血压原因，你觉得自己中了哪一个呢？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也欢迎分享给正在为血压烦恼的家人或朋友。另外，如果你还想进一步了解如何天然降血压，或者如何正确量血压，可以点击我们频道相关影片继续观看。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健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